他的幽默，他的平易近人哦，不是一般人所能学的，他是出自于他自然的。我们到现在，大家提起开圣上人来，大家都会掉眼泪。他会解说呢，佛门之间要找出像这样的人没啦，而且有这样的感慨了。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本次的主题是老师心目中的出家人开正法师篇。谈论开正法师以前，我先来问一下老师说，老师心目中有所谓的当代高僧的前3名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非常的注重谁是台湾当代的第一杰出僧伽哦。那么一直到我60岁，讲起来非常的惭愧，我突然间由我们俗家的弟子们来评选所谓的台湾当代的也好，过去的也好，什么光复以后的、光复以前的，这台湾的什么伟大的出家人，我突然觉得有一点无聊，是觉得也觉得争取这个排名，这我们自己太肤浅了哦。因为这师父们他们出家不是为了要去争取所谓的前3名，这是我个人的感觉。第二，在今天，如果是真正一个学佛的人，他们应该晓得，在佛门的这个领域里面，在佛门的这个天地里面，大家呢可以各自努力，而不必去互相竞争，去呢争取所谓的1、2、3哦。就像一块大片的土地，你可以种你的玉米，我呢来种我的西瓜，他种莲雾，你种芒果。你说那这样最后有所谓的成就不成就？我说不一定。如果你硬要说呢，谁的收获量大，谁卖的钱多，我认为说用这样子标准来评论一个农夫，我认为说也就很俗气了。有的人虽然他种的东西不是很多，他种的东西收获量，他的出售的价钱也不是呢非常的多，但是他对于整个的民生，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至于说对于整个人民的生活，可能都大有帮助，而且甚至是缺一不可的。如果就这样来讲起来，在农夫去比较他们谁是1、2、3名，都觉得有点没有什么意义了。何况在佛门的这一块圣地上，我们做一个徒弟的这些弟子们，硬要去评断所谓说师父他们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第3。所以我底下接下来几个谈论到我所认识的这些出家人，我着重的是我跟他们的私下的互动，我跟他们的情谊，我在跟这师父们他们接触的这些往来的过程中，我获得哪些启发，我获得了哪些实质上在佛门在佛法修行上的注意，这是我要特别要强调的，也是我特别偏重的。那其实就像每个人都有不同擅长的科目，所以拿来在一起比，其实也不太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吧。是，所以我师父，我不管说呢，他是赶金忏的，他可能是金忏第一，在我心目中，他可能是写书的，他可能是当代的著作第一，他可能是演讲的，他可能当代弘法利生演讲方面他是第一的。有的人是修，比如打坐的，他在我心目中，他可能是最杰出的禅师。他可能是念佛的，在我心目中，他念佛的功夫最为炉火纯青。就是科目的不同这样。他们个个都是高僧，个个都是杰出的僧伽。所以以前在台湾早期的时候，还是会比较着重在所谓的排名上，有点好奇。这点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说老师早期的时候居然会在意排名，因为我到60岁终于改正过来了。那我60岁以前之所以也很在意我的师父得过什么奖，
会在意这些他呢到底有什么头衔？他盖的佛寺是不是非常多？徒弟是不是也是非常多？这我过去可能私底下说得很惭愧了，私底下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记挂可是我现在我来回想他们，我来回忆他们，我来追思他们，我不从这个角度来看了。了解。好，就是撇去这些虚名的东西，算虚名吗？算了，这个好像有点太重了。是虚名，没有错。是哦。在佛教来讲起来都是虚名。OK。你哪样能够带得走的呢？哪样你能够真实的是属于你的呢？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主题吧。今天要讲的法师，就是老师心目中的出家人之一，就是开正法师。那我来快速简短的说明一下开正法师的一生。他是1925年出生在高雄左营的高雄人，然后他在2001年的时候去世。他学佛的原因是因为他20几岁年轻的时候就在救济院服务病患，所以对人的生老病死也是特别有感，然后加上他们那个救济院的院长当时也是一个佛教徒，所以他好像就是在耳濡目染之下，所以就对佛法也有相对的认识啊，然后之后好像也有进一步的去理解佛经之类的东西。所以呢，他后来在29岁的时候就出家了。就开正法师出家之后，就是开始了他弘法的工作。所以他的一生可说是参与了非常多的大大小小的事迹，像他好像一生就参与创办的高雄市的义勇寺啊、弘法寺啊，然后慈恩寺啊，还有台东的金龙山紫云寺啊、整建妙心寺啊，或是有设立大林普念佛会。对，然后他本身开正法师是经常住持在弘法寺这样，然后之后也创作一连串的就是弘法的事业，比如说好像有创立一连串的慈恩育幼基金会之类的机构这样。所以呢，这位开正法师就是除了弘法工作以外，他在社会的教育啊、文化、慈善、社教其实都有参与，然后就是非常热心这样。有趣的是义勇寺其实就在我家旁边而已对，而且我妈的法事，我妈的告别式还是在那边办的，所以我觉得蛮巧的啦，就是因为他那个开正法师是开创义勇寺的人之一这样子。开正法师呢，他在很多方面他都有杰出的成就。没错。可是如果你稍微去给他观察，他个子矮矮的，看起来好像不是做大事的人。那真正的是符合古人所讲的说人不可貌相，这是我个人呢常常这样想的。第二，开正师父呢，他所受的教育呢不是非常的高他常讲说他小学都没有念毕业，是。可是你跟他谈佛法，你发现他的见解不俗，他有他自己的见地。有没有个举例？据说我来讲，我以前自己觉得我很棒了我还会讲《金刚经》以前是。可是我跟开正上人在讨论《金刚经》的时候，他有时候一两句呢，就叫我茅塞顿开。我就觉得这个和尚呢，不是普通人，他呢在尘世之中看起来呢，不是那种呢闪闪的发亮的巨星，但是他绝对是在佛门之中一盏永远不会呢熄灭的明灯。他可以指导很多后学的人往正信佛教来发展，这是我个人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呢感想、印象。那因为我毕竟没有认识开正法师嘛，就变成说我要了解开正法师，就从网络上的一些文献嘛，就是网络上有很多资料啊，网站都会记载开正法师他的一生这样。然后他就有记载说，开正法师就是他除了我刚才上面讲的说他创办了佛寺啊，然后慈恩一系列的什么慈恩幼稚园啊之类的机构以外，他还有应该说他就是因为有创办了这些佛寺，所以他有很多 title， 就比如说他曾经当过台东佛教会理事长、慈恩育幼基金会董事长、中华佛教护生协会创会理事长，然后就是一堆理事长、董事长。然后我想说想问一下老师说，出家人在我们印象中通常都会比较比如说深山修行，那他们就是感觉跟社会结合的非常紧密，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说，这样是可以的我刚刚也讲过了，我对于
所谓台湾的杰出真茄呢，我不太看重他们的所谓头衔但是我们晓得这些头衔呢，是在台湾的这个社会里边，这些法律，比如说你组织一个社团，就会有一个所谓什么董事长啦、理事长啦，有没有？这自然而然的就有这些头衔来加在你的身上，所以我认为说，这不是呢开正法师他要的这是他呢随着他创办的事业越来越广、越来越多，当然他的这种头衔呢就越来越多这个跟他呢也是不是呢很爱服饰的虚名，我想呢这完全没有关系的，是就变成说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架构下，你就要创办一些机构跟协会，就一定要有挂一些名字，这样是好。接下来就回到老师心目中对开正法师的影响。老师第一次遇见开正法师，或是知道他，老师有见过开正法师本人吧？追随他在他晚年的时候，追随他几十年。那感觉渊源是颇深。是我在他60岁生日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你从他的标题你可以知道呢，我对他呢是非常的肯定。我那个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愿生生世世常随左右”。哇！所以很多的师父我都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但是对于开正法师呢，我呢发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心愿，就是说呢，如果生命有下一世，那呢，我愿意呢。再跟开正法师来学这样子好深的信念。好，那老师第一次知道开正法师这个人是什么机缘呢？什么情况下？我童年的时候呢，比较常去的地方是高雄佛教堂。是我12岁的时候。佛教堂在哪里啊？在现在的成功路。高雄是成功路。对，在太平洋百货的对面。OK， 好。那个高雄佛教堂是我大舅舅陈仁和居士呢设计的。我12岁从屏东搬来，就在那边活动。所以我对于高雄佛教堂的历史很多的渊源我很熟。难怪。后来呢，我们又亲近了所谓的这个月基法师。月基法师因为曾经当过高雄佛教堂的住持，所以我们后来就到他在凤山的这个道场，那个叫栖霞精舍。因为这个月基法师是在大陆，他是南京栖霞山的住持，就是那个常住那些和尚呢，都上千人的，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后来在这里，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都还没有机会接触到开正法师。到了我高中的时候，初3快高中那个时候，才跟着我妈有机会呢来高雄弘法寺。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上人往生，他77岁往生，我大概呢1个礼拜总有2天吧，到弘法寺去吃饭。所以可见我讲这个的意思呢，我跟开正法师很熟。那早期因为我跟随的我妈在高雄佛教堂，就比较呢亲近星云法师、月基法师到后来呢才跟这个开正法师呢结上缘，所以就展开了一段非常非常长，在我们这个世间红尘世间的这种呢很难得，在我个人看起来这样的师生的缘分。所以就是因为就是在高雄佛教堂混不是我说混是说，等一下我说这段你可以给他改来一下。不要讲混好了。就在佛教堂里面打滚。我那个小时候去那边确实也是混了，因为我也没有财力来捐钱，我也没有那样的能力上台就弘法利生，天天就去那边玩。虽然参加那边的佛教青年会，但是呢每天还是无所事事。我所盼望的就是呢青年会才能带我呢到高雄上山下海去那边旅行去郊游。那还是有，这就是混了，没有错。就是还是有劳逸结合。你想要度这佛教青年呢，我现在想想，混也是很好的一个法门。带他去怎么过生活，这样吧。而且呢，是彼此年轻的朋友，大家互相认识，对不对？可能将来在事业打拼上呢，变成一批非常好的伙伴。也是啦，就有点像同好会。这混就看你怎么解，你怎么混，你有没有混出名堂了？好，这样也是。
那老师有去过弘法寺吗？我刚刚讲过了，每个礼拜最少呢去那边吃2顿饭。见到那个开正法师的时候，开正法师就已经在弘法寺了。是他创建的，所以他就在那里了。我想说，那个开正法师好像创建过很多地方，而且我看网络上他也是在很多庙有住持过。他度量很大，他创建很多的地方，他最后都呢让给别人去当住持。没错。老师有觉得弘法寺跟其他寺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弘法寺呢，在高雄火车站附近，所谓八德路。在现在讲呢是非常精华的一个地段。所以它呢，在城市之中就能够做很多入世的事业。所以开正法师呢，他也没有呢说呢辜负佛教给他的期望，辜负佛教给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他创建了刚刚如你所说的，他创建了非常多的在教育、在慈善、在文化方面的组织，也呢获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网站上对开正法师的记载都说开正法师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老师对此有什么相关的有趣的事情吗？是，开正法师呢，对于每一个不论熟或是不熟的人，他一踏进了弘法寺，他都是笑脸相迎的。平常一般呢，我们到了一个佛寺里边，你想要认识他的住持，都要经过通报。你说跟前面的弟子说一下。那我呢，我记得呢，你要去见开正法师呢，直接就闯进去了，而且不必要经过谁的，他老人家到老的时候，就坐在他那个位置上。任何人一进去呢，他就是赶快来坐，就赶快就是可以跟他喝茶。他那个茶呢，没有说，你这无名小子，所以你喝的茶就比较差。那你是鼎鼎大名，比如说市长，市长也常，以前的市长有几位市长也常去啊。他也没说，因为你的到来，他就对你呢特别呢，好像呢卑躬屈膝，他没有这样子。他一样都一视同仁的，对于每一个人，他都是笑脸相迎。这点让大家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引入佛门的方法。再说呢，很多的出家人，就是呢刚刚出家那些年轻的比丘、比丘尼，他们只要来到了佛教的弘法寺，开正法师一定会送他们一个小红包。现在他已经走了，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可以说了。就是所谓的助学奖学金、助学金。所以他在台湾呢名气还很大。我记得他呢往生的时候，在这个中正路，那是陈水扁总统也有下来。名气这么大对，当时呢跟他无论呢没有常常来的，他是呢在海外的，在国内的，听到开老他往生的这样的消息，他们不约而同的都来了。那挤的那整个那个市场啊，那真的是爆满了。挤的哪里爆满？挤的他的那个告别式的市场啊。了解。这都没有不需要去邀，不需要去发动，他们自己来的。可见呢，他在一般的年轻比丘、比丘尼在出家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好的导师。很有人望，是非常的，因为他待人客气，他呢无论跟谁，他都跟你谈，可以谈整个下午，可以谈得哈哈大笑，谈得非常的自然。他呢是出自于他的诚恳。感觉是一位很真诚的法师。好，他的真诚，他的客气，我们学不来，我们也装不来的。比如说我现在举一个小例好了，他呢非常的自主的，我们现在讲的自主的自在了。他完全无碍的他呢跟你谈话的时候，他可能一只手就在抓着他的脚，就抓他的脚，这么随性的吗？对，他的脚他扬了，他就抓，他自己，我看他是不是故意的？他在扬，他就抓。那待会儿的话，他就想说，他就抓起一个饼干说：“来，阿若，来吃一片。”你被吓死了，你敢吃，对不对？但是看师父以为说你是客气不敢吃，他说那师父自己咬，他自己把它吃掉了。好那你跟他吃饭的时候，
你以为师父的3餐吃的，开正法师最喜欢吃的是破铺子，画破剂的。我受他影响，一直到现在。上个礼拜我不是咬破了我的牙齿，断了一根吗？对，晚上马上到高雄去叫人家拔起来了。就是受那个开老的影响，他喜欢吃这些豆腐乳、豆腐导入，对，还有那个酱瓜、酱菜，这些弄完以后，他还有一个习惯，大家吃光光以后，豆腐乳剩下不是后面还有一点残渣残底吗？他就一定会倒一个水下去舀一舀，然后喝了，把它当汤喝，像喝不是高粱。像喝那种什么可乐，再喝什么汽水，要不要喝了？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恶心。但是开老他一点都不会觉得，他也不是故意表现他很惜福。他是1年365天了，他吃完饭以后，他一定会倒个水弄一弄以后把它喝掉的。天哪，好节俭，应该说节俭吗？他的幽默，他的平易近人不是一般人所能学的，他是出自于他自然的，这是所以呢，他散发出来那种亲和力。我们到现在大家提起开正上人来，大家都会掉眼泪，都会觉得说呢，佛门之间要找出像这样的人没啦，难怪没啦。而且这样的感慨了。那听起来开正法师是真的一个好像蛮真诚、很随性的人，没有什么价值的感觉。他真的是完全没有价值。那他在这种真诚随性当中，一样也可以讲解佛法，这样。是他一辈子呢，他自己很客气，他不敢讲那个大部头的，比如说整部的《金刚经》《法华经》，有没有《楞严经》？但是每一次的开示，都可以让很多的信徒得到启发。我觉得开正法师呢，他是我的恩人。我的第一本书《佛教的精神与特色》，我写完的时候拿给开正法师过目。我第一个请求帮我写序的人是开正法师。可见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他出版了以后，弘法寺马上印了5000本他那5000本一发行了以后，全台湾有100多个道场印了，陆陆续续的印了。后来到了英国啦、美国啦，到马来西亚啦、香港啦，甚至中国大陆，他们都有拿那个本子来给我看。全世界各地几乎都有这样的不同的版本不是弘法是这一版，是他们在地的版子，就是在地语言的，他们自己去印的，是不同语言的版本这样。因为我妈呢，她就告诫我，而这本书她自己，因为我妈在日本时代都有就是念高女，就所谓的高中呢，那时候的算知识分子的，是没错。她汉文很好，因为我妈呢，就我阿公就是有特别请那个汉文的所谓汉文的老师来跟他教导。所以他看了以后，他只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本书不准你留版权就是这本书不能留版权，对，你一定要写呢翻译。我说翻译的话，翻译，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对不对？这是赚钱的大好时机是没错。你看5000本呢，一个晚上都不见了所以我认为说，他说不行，那我说我跟我妈就商量说，那可不可以写一个欢迎洽印洽询？对，你先打电话来跟我打个招呼，那我随便你印然后说好，就是这样子。哇，这个流传的非常的广，到处都是。我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到香港去，他们在机场欢迎我，弄的布条是欢迎佛教的精神与特色的作者林世民。至少是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才40岁我26岁的时候写那本书，是开正法师。我现在自己呢贴，拿金子贴脸。我现在自己呢拿金子往自己脸上贴，是说呢，开正法师真的慧眼识英雄。自己说讲起来话是有点惭愧了，因为我这本书是写给我的学生看的。我在学校里面教国文。我那次讲到苏东坡的，讲到白居易的，他们的文章里面都有佛学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呢，我就抓住那个机会，
就在那边的演绎佛法，宣传佛法。那么宣传久，很多学生呢，下课以后都会抓住我，老师帮我谈一下三法印，老师帮我谈一下四圣谛，老师什么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就觉得烦死了，讲一个两个还好，讲了几百个人、上千人，那不得了。每一年都要讲。对，所以我后来想着我应该要出一个书，让大家直接去看就好。对，后来在富华中学也是一样的，3000本一个晚上全部发光。连我们学校校长孙永庆校长都跟我讲，他说世民，你把学校当作你弘法的道场，我当你的靠山呐，对不对？那么呢，你就好好的在上课的时候，适当的时候，当然不要太明目张胆了，你可以随心所欲、畅所欲言去来弘扬的佛法。我真的今生好奇幸运呐，碰到好的老师，碰到好的妈咪，还有碰到好的校长，所以让我呢，所以自己呢喜欢呢，写佛书、讲佛法，这样的工作得以很顺利的来进行。所以就是老师写的那一本书，第一本书就是经由开正法师帮忙发行这样子吗？他们弘法师发行，我想呢，他马上就呢接手，他说这个我要来印，他就马上去印了。但是我在富华中学所印的那个3000本是走在他前面的，比他更早。老师自己本来就先印。但是我在发行之前，我是去请师父来写序的。了解。我请他又请郭刚郭老师来写序。OK。他们两个也没有想到，这本书后来会呢在地球上流传了几百万本了，他们自己没有去想到这件事情。了解。好，讲到佛教的精神与特色，是它不是流传很广了吗？开正法师呢给我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这边的这本册做成功的啦。那他对别人他是这样讲，他说呢，写书何必写很多本呢？人家那个林世民随便拿起笔来写一写就出名了。哎呦，他这本呢，让他呢真是一语成谶了。什么叫一语成谶？他一句话呢，就是预言了，这样的预言成真了。怎么讲呢？我这本书是写给我学生看的，所以我在呢不到1个月的时间呢，就把那本书写好了。早上也写，中午下课的时候再写，晚上我那时候是夜猫子，我夜猫子也写，1个月写成那本书。所以呢，想起来呢，随便写一写，真的，我现在想起来有点惭愧。如果呢，我再更用心一点的话，可能写得更好。所以很多佛门的同道，他们就批评我那本书不够深啊，不够那个精。不过呢，严谨，当然我都给予尊重。但是我有时候想一想，它的好处不就在浅吗？就是因为太浅了，一般人看它不起，所以它才能够流传世间超过60年。所以我常常这样想呢，浅也有浅的功力，浅也有浅的好处。有时候这样想了。那么呢，这是。开正法师为了鼓励我，所以常常这样讲。哎呦，写册免写多少本啦，人家说不定写1本都有够啦。这样想，或许我一直到现在譬如说我们这个节目，我写了其他的59本书，你阿若呢都不拿出来，你只有在前面标明佛教的精神与特色的作者林世民。刚好呢，开正法师呢他讲他当时就有这样的智慧，看出你林世民没有办法再超越你这本书了。哎呦，真的很惭愧。但是呢，我自己这样想，生命有下一世，如果有下一世，我林世民要多看书，对不对？要多用点心，写一本超过佛教的精神与特色更为深入、更为精简的入门书。这是在这边呢所发的一个小愿，生命来世的话吗？好。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光。开正法师在我写完了佛教精神与特色，他呢又鼓励呢
他又出钱出力鼓励我们来出资出版慈恩佛教儿童丛书。就是老师之前有说有写作那个儿童文学相关的部分。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到今天呢，台湾的儿童文学学会啊，中华民国的儿童文学学会还认定我是儿童文学作家。他们每一年呢都会请我去，开正法师呢来出版这一套佛教儿童文学呢，它是有渊源的。什么渊源？因为我大学里面最好的同学叫洪文琼，他跟那个吴峰山比较有名吴峰山我这个年纪不知道。他呢，智利晚报以前的董事长他们以前大学是同班那么吴峰山呢，他就写在大学时代就想出一套中华民国的第一套儿童丛书，没错，叫做新一代儿童益智，增加智慧的益智儿童文学。那么请洪文琼来当总编辑，那么洪文琼就来请我说请我写3本，里面有3本的书，他请我来写。那时候我对儿童文学完全不知道，那么受他所说，所以我就很认真的稍微去看一下什么叫儿童文学，那就开始写了。后来这一套还成了台湾行政院的金鼎奖，出版品的金鼎奖。那出来以后我就这样想，那我们佛教也可以自己来一套儿童丛书啊！我突然间突发奇想，所以我就跟文琼去跟那个开正师父呢建议游说，因为那时候打算要印成的这些佛书要上1000万。这么贵那时候的1000万是现在大概要7000万。那不是开玩笑的。对啊，很多钱。那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呢，很多的徒弟们，弘法师当时有很多徒弟们，他们基于经济的考量，不要让弘法师有负担，不要让师父呢有压力，所以他们都持着反对的意见。可是师父呢，在经过我们呢一直给他呢游说到最后他说 OK 好，那就洪文琼当总编辑，那我呢当算是执行长了。后来有一点就是这20本里面有18本是我写的。老师亲自写。有18本写的。因为找不到写儿童文学的人，这怎么讲呢？因为会佛学的人他不懂儿童文学，懂儿童文学的人不懂佛学。对对对。所以这2方面来结合。我那个时代太早了，那个时候是我30多岁的时候。就距离现在半个世纪了，50几年前。对，所以那个时候太早，走在时代的太前端了，找不到人了。了解。那么这套书后来出版了，叫做《慈恩佛教儿童丛书》。这套书是台湾甚至整个中国，或许是整个世界的第一套儿童文学，这样儿童的丛书吧。佛教儿童丛书。对，这个是呢，开正法师呢，他出钱赞助来出版的。7000万吗？对。老师发这么多钱。那个是因为它是有一半彩色，有注音，都精装的，非常讲究。除了这出版了以后，因为这样的关系，开正师父呢跟台湾的儿童文学界结了善缘了。有名的林良这个念过小学的林良、马景贤、刘宗明，对不对？洪义南，他们这些谢武章这很多儿童文学界的这些先辈们都结下缘。他们给开正法师呢取了一个叫全台湾最注重社会文化的工作，最会花钱，最懂得，不要说最会花，最懂得花钱的和尚。那为了让花这么多钱所发行出来的这个佛教儿童丛书，所以洪文琼又游说了开正上人，怎么样子？在每一年暑假的时候成立儿童文学营，这是干嘛的？来培养台湾儿童文学的人才。这里面有插画的，有插画班，一共前后举办了6期，
有插画班，有诗歌的，有少年小说的，有童话的，有寓言的，就是不同的领域，在儿童文学不同的范畴里面请专家他们来上课。第一届就在你刚刚提到的台东金龙山。金龙山在结业典礼的时候，佛光山的星云法师他就有来呢，发表一篇演讲，他来肯定弘法寺要展开的这个工作，绝对是划时代的有意义的。这也是50几年前的事。对对对，就在台东那个金龙山呢，现在的所谓的上武那个地方还在。我每一次到台东的时候，中途都会这么休息一下，去回忆一下子。了解，就是为了推广，让这个种子能够在台湾播下来，然后呢，他就呢举办了这些儿童的文学营。我记得那个时候，佛光山有派人参加，法鼓山也有人派人参加。他们这些人很多，现在目前的台湾佛教界对儿童的工作呢，他是非常的重视的。他觉得儿童是未来的种子。佛教徒的种子了，他们长大以后就会变成佛教徒嘛。从小在他们的心目中奠下了佛法的种子，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的。所以大家现在都花了好多的钱、时间、精力比如说来举办儿童夏令营，来这个培养、来训练、来教育这些未来的种子。这些它的开头、它的滥觞，就是高雄弘法寺的开正法师。现在当代佛教也是很注重那个儿童文学。对。可是第一个发出这样子的声明，那种举起那个大旗的，就是说佛教要注重儿童文学。弘法寺在50几年前。对。不过讲到这里，就不得不伤感的说了，可惜弘法寺花了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精力。开正法师这么样的注重这个区块，可惜他后继无人。弘法师后继无人吗？整个佛教界当时的后继无人。是说自从开正法师走了之后，这个风气就没有延续下去？因为主要也是因为钱的问题。因为这两个了之后，我又挖了一个坑要给开正法师跳。就是要成立，要编一套佛教儿童百科全书。百科全书里面是讲什么的？百科全书，你叫大英百科全书吗？整个佛教所有什么东西都要涵盖在里面。可是洪文琼总编辑他认为说太难，要办儿童的太可惜了。其实我认为一点都不可惜。他说我们可以办一套给国中毕业生。国中的时候，台湾的义务教育是国中，国中的毕业生就能看得懂的佛教百科全书。后来经过在弘法寺，可能经过很多次的辩论，因为他这个钱更大，以现在讲要算亿的了。开正法师呢很有魄力，他人小志气大，他说 OK 办给国中的吗？就这套预定要10年。预定要10年，10年呢？10年才生出来这一套，10年才能够印成功，这么久啊？对。那么这中间，因为这里面呢牵涉到的很多的这样的预算的问题人事的安排，所以我呢当时本来是打算把我40岁以后的人生，打算把我这辈子的奉献到这套书上面。对，这套书不是只有这套百科因为百科编成功以后，它有很多附加的价值例如比如说你可以佛教的杰出妇女，佛教的杰出弟子，佛教杰出的比丘尼，都因为透过百科都有资料了嘛，就可以成立几百种书这将来的后续的文化事业不得了的。但是因为因缘不成熟，洪文琼离开这个出版工作。对，后来请南极富先生来接任。那因为文琼的离开，好朋友离开了，所以呢，我就跟他呢共进退，我也离开了，我才又回到学校去教书。到后来，自己就走自己的路，这是没有办法的。那么后来南极富呢克服了困难，把这套书给编成
不过呢，唯一我觉得缺憾的，因为我心目中的这个百科全书是给国中生就能看得懂的佛教百科，也就是社会一般的大众都能看得懂的，而不是一般的所谓的比较学术性的，不是那种。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已经在今天的大学研究所的有没有，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我一辈子所做的事只有一点，我常这样讲，接引初学，接引初学就这4个字。我写佛教的儿童文学，对不对？写佛教的这个佛教精神与特色，对不对？我办菩提园，我们这个大专呢，前后30年，那么呢，我呢写了菩提园的这个读经，给社会大众都能够替他们编索引。那我写了所谓的贝叶，就是仿照呢林清显的那种呢菩提系列写成的这些很多书。我现在在创作的很多的佛教的歌曲，都是为了要接引初机。我就是佛学不要太深，不要太难，你要把它弄成比较简易，让他们一看就能懂，让他们有兴趣能够来阅读。否则佛法再好，束之高阁也没有用，那永远只是藏在那个藏经楼，对不对？所以我当时心目中理想的百科全书，原先是想儿童百科全书了，如果有编成的话，也是台湾的第一套，也可能是唯一的一套了。那现在后来退而求其次，想要变成像青少年那一类的，就是国中毕业以后，当然成年人、老年人都可以看，只是说程度上，只要你国中毕业就能看得懂的百科全书，这需要很多的改写的人才了。就像我现在把很多深奥的佛典，把它改成人人都能看得懂的入门书一样啊。那么本来我的计划，我未来人生这40年要走的路是那条路了。可惜因缘不具足，我没有什么缺憾，我只是说因缘不具足，所以呢，这个等呢留待后人，留待以后的有心人，他们发现说有一套佛教的百科，这个等于词典一样了，让很多呢他对佛法不是非常深奥去研究的人，他们也能够看得懂，也能够读得通。好，最后跑来讲林老师的事情。是OK， 好，那我们最后呢再讲回开正法师好了。开正法师他鼓励我呢，真的是透过好多的方面，他呢在这个我的这个慈恩佛教儿童丛书完全写作完毕的时候，我写了18本，他呢就颁给我，用他的慈恩佛教育幼基金颁给我一个儿童文学奖，送给我几万块的奖金。他这是来鼓励我了，就是说呢，谢斌啊，你辛苦了这是第一个。第二，我呢这个在他60岁的时候，他突然间呢来我这里，拿了一个匾额，上面写的什么东西呢？什么？青年之师。现在我还挂在那里，我还很得意，就是接引学佛青年的老师。开正法师他亲自写的，他自己把它裱好，亲自给我送来。哇哦！这是2件呢。他呢给我那个儿童文学奖，那么第二，他送给我一个匾额，他呢肯定说我几10年来成立菩提园接引这些初学的人这样的一个努力，他说我是青年之师，这我非常的感激，他给我的鼓励很大。那么呢，刚刚也提到师父呢当个中华附生协会的理事长，这个附生协会有一笔基金，每一年呢就会找2个人对佛教比较有贡献的，尤其是著作的，那么给他们奖励。结果呢，开正法师他也没有漏掉我，他就呢有一年他呢颁授给江灿腾，江灿腾是台湾第一个工人，他们这样讲的哪个工啊？就是他原先是工人，但是他今年台大的历史研究所得了博士学位，江灿腾非常杰出的。我看他很多的关于
他的著作，觉得获得的启发非常的多哦。那么这江灿腾博士，我那一年我跟他呢一个人呢得5万块的奖金哦，所以我这样稍微例举一下，你看看他为了要鼓励我，他知道我比较懒惰，他说呢，给我呢这个儿童文学的奖，给我呢肯定青年之师的匾，再来呢这还要送给我说那一年的中华附身协会说我是附身的楷模，他也肯定我。那么呢，给我颁奖的人是谁？你知道吗？谁？昭惠法师。哦，是昭惠法师。因为这样的关系，我跟他第一次结缘。后来昭惠法师也邀请我到他们弘誓学院去，因为他自己讲，他说我是他学佛启蒙的老师，因为他就看了我的佛教的精神与特色，他才出家的。哦，是哦。所以呢，这是有时候想。冥冥之中啦，我是不信这些，但冥冥之中呢，就有很多巧妙的这样的因缘呐，他们在进行着哦。了解，就像我非常的感念，我非常的感念这个开正法师，我觉得他有意无意之间，他给我鼓励，用精神的，用物质方面的，用虚名的也好，但是对我这样的一个凡夫俗子。确实呢，受益匪浅。就开正老师是林老师的老师，然后就是有种这种精神会一直延续下去的感觉。而且后来他竟然变成我妈妈的出家剃度师父。所以我妈后来出家，最后的二十几年都在弘法师。好了解。是，所以在我妈变成了开正法师的徒弟以后，我自己降了一格。我称开正法师叫我的师公。师公是指师父在更上面。对，我师父的师父，我妈的师父。当然，开正法师不会去在意这些虚名假誉的了。但是我这只是说出我内心的一种恭敬、怀念跟追思。感觉开正法师在林老师的一生中。真的是一直很鼓励林老师，然后也一直肯定林老师的感觉。还有很多了，以后有机会再谈。我今天已经谈很多了。对，里面有很多呢，不可告人的，很多的我跟他之间的秘密。他对我特别的照顾。是这种不可告人。他的那个陪侍者就照顾他生活起居的那个传圣法师呢，讲了一句话，他非常感慨的讲，他说。开正法师一定前世呢欠我很多。他说，如果以世间的爸爸来讲，他对儿子所能做的照更跟关怀，也只能仅此于此。有这么重的感情。我在跟我孩子、跟我的朋友在提到这些往事的时候，常常都是掩面痛哭的。是说关于开正法师的。对，我怀念这位老人家，他是佛门里面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出家人。对，老师他真的意义真的是真的非常的重大。难怪老师说要录那个就是关于老师心目中出家人的时候，第一位想到的就是开正法师。OK， 好，那我们做个结尾好了，我们这集差不多录到这里。那因为开正法师他毕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嘛，所以他一生当中也活得非常精彩，所以我们在本集短短的时间内也不太可能讲完所有的关于开正法师的丰功伟业。我们这集就主要是 focus 在就是那个林老师心目中的开正法师。好，因为开正法师啊，他的俗家弟子还有出家的这些弟子们太多了。如果他们看到我们的节目，觉得我林老师呢好像呢说的还不够，那很对不起，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再来补充。对啊，那我对开正法师我讲过，我就有恭敬，我就有追思。我跟他呢谈着，为了这个节目的效果，我是觉得开正法师跟我呢可以说意气相投。都是不喜欢被拘束的人。对佛法都有另一方面比较活泼的、比较新鲜的，或是比较自在的这样的一种呢体悟见解。那我们关于开正法师的这一集就录到这里。好，那我们下集再见，拜拜。谢谢。